全军听令，前护城河，架云梯。副帅，大帅有令，全军停止攻城。你说什么？风太大，老子没听清。大帅军令，即刻鸣金收兵，后撤30里，违令者斩。撤军？王阳脑子里装的是大饭吗？大帅，先锋营已经摸到城门了，这时候撤军，兄弟们的血岂不是白流了？明清，你来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尔清在哭。大帅，那是敌国的皇后，哪怕她哭出一座孟姜女庙来，这城也得攻。你不懂，尔清一哭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他说，只要我不攻城，他愿意折寿10年。他还是那么善良，我怎么能让他双手沾满血腥？大帅，这是造反！造反是要诛九族的，不是过家家。现在撤军，我们30万兄弟就是案板上的肉。为了儿情，这江山我不要也罢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后撤30里。我要脱去甲胄，赤身背负金芒，亲自去向尔晴请罪。想起来了，这是将军的替身王妃小说剧情。凭什么你们谈恋爱要拿老子的命去当烟花放？大帅，你是认真的？杨明，做人不能太功利，爱情是无价的。退下！若是再敢多言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王阳，你会为今日的决定付出代价。杨明清，你怎么还没滚出去？想抗命吗？大帅，30万将士的命，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女人吗？闭嘴！你这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莽夫，不配提尔晴的名字。在我的爱情面前，别说30万大军，就算天下人死绝了，只要尔晴对我笑一下，也值了。谁再敢多嘴，就地正法！蠢货！杨明清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问你在说什么？你竟敢骂本帅！我说，你脑子里装的不是大屎，是泔水。大帅死了！杨明清，你疯了！你敢杀主帅，这是谋反，诛九族的呀！为大帅报仇！谋反，这种为了女人当送3军的废物，也配叫主帅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杀伐果断，斩杀卫冕气运之子王阳，千古一帝系统正式激活，是否领取新手大礼包？外挂到了，领取！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奖励1：霸王之勇，奖励2：洞察之眼。那是大帅！王阳已死，他通敌卖国，意图葬送我30万大军。他要我们撤到绝地落凤坡，让我们被皇帝的御林军坑杀，只为博敌国皇后一笑。老子不想死！胡说！兄弟们别听他妖言惑众，将他拿下，一起去和皇上邀功。我们不仅无罪，还能加官进爵。系统，开眼，洞察这3人信息。加官进爵？王虎，是指你把前军弟兄们的冬衣卖了，换来的5000两银子吗？张彪，城西枯井里那一家3口的冤魂，晚上没找你索命。还有你李铁，喝冰血养出来的肥膘，舒服吗？杨明清，老子杀了你！还有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愿听杨将军号令！愿听杨将军号令！传令下去，打散原有编制。王阳的亲信全部下放去喂马，谁有异议，让他来找我的刀说话。王麻子呢？死哪儿去了？大帅，俺在这儿。听说你一个人砍了18个守军，功劳却被冒领了。大帅，
您要是能给俺做主，俺这条命就是您的。接令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先锋营统领。之前欺负你的，自己去算账，把先锋营给我整顿好。能，大帅您瞧好吧，俺这就去把那群软脚炉的捏爆。赵长风，王阳嫌你嘴毒，但我说你那是眼毒。你写的那些策论，我看了，写的真他娘的好。大帅就不怕用了我，会背上乱臣贼子的骂名？骂名？格局小了。我要皇上的位置，我要坐上去，看看这天下的风景，到底有什么不同。主公若有凌云志，长风愿化蒲瑶峰。只需3天，属下保证这30万大军，只知有杨帅，不知有朝廷。好，给我挂到工程车的最高处，告诉兄弟们，今晚我要在金銮殿上吃宵夜。今晚我要在金銮殿上吃宵夜。完犊子了，成了反贼，全家都得被连累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逃命吗？都把嘴给老子闭上！都认得这个吧？皇帝的招安令，说只要我们自负请罪，就既往不咎。哼，你们信吗？别做梦了，只要你们放下了刀，就是案板上的鱼肉。到时候，你们老家的爹娘都会因为你们的愚蠢被流放千里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你们甘心就此止步吗？已无退路，我们只能向前。跟着老子冲进去！富足的国库，显赫的地位，都将属于你们。只要攻进去，钱是你们的，女人是你们的，这大楚的天下也是你们的。反了！去他娘的皇帝老儿！抢钱、抢粮、抢娘们儿，反了！来了，我就知道，王阳哥哥舍不得让我等太久。王阳哥哥看到我这个样子，肯定会心疼死的。陛下那边埋伏好了吗？回娘娘，都好了。王阳哥哥若是真心爱我，就该为了我去死，不是吗？来了，一定是王阳哥哥来了。王阳哥哥，是你吗？儿求在这里等你。王阳哥哥呢？苏尔晴，你在找这个吗？你是谁？让王阳出来见我！既然你这么想他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传令全军，先登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那个哭丧的女人留活口，抓进天牢。攻城！不是说撤军吗？怎么打过来了？我的腿断了！陛下神机妙算，那王阳还不是被苏皇后拿捏得死死的？哼，一个被女人玩弄的蠢货罢了。算算时辰，他怕是已经在跪着哭了吧？陛下，不好了，王阳死了！死了？好，不是皇后杀的，是兵变，镇北军反了。那个叫杨明庆的副将一刀砍了王阳的脑袋，现在正带着30万大军疯狂攻城，外城已经被攻破了。杨明清，那个炮灰副将。哼，你们太慢了，看老子的！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借你们的人头，给老子的登基大典铺个红地毯。快把18姨太带上！夫人行动不便，拖慢了速度，再不跑就大祸临头啦！王阳那个废物，误国误民。当务之急
是怎么挡住那个杨明清。依我看，不如议和，给他钱，给他爵位，甚至把苏尔晴送给他。报陛下，外丞失手了。这才半个时辰啊！怎么可能这么快？那个杨明清，他简直不是人，他好像知道我们城防图的所有死角。我们的伏兵禁制暗区全被他提前破了，汉军里应外合，瓮城也没了。报！陛下，汉军已经攻破了朱雀门。杨明清那个杀神，他单手举着几百斤的石狮子，直接砸开了宫门，御林军溃散了，挡不住啊！你说，他竟然砸开了宫门？那他现在离朕还有多远？就在大殿的台阶下面。我说楚云天！这门挺硬啊！大帅，这门板太厚了，工程木都撞不出个坑，里面肯定用铁条封死了。要不俺带人翻过去？翻？这是午门，不是你家后院的篱笆墙。翻过去给人当靶子射！神机营何在？把家伙事儿都给我推上来，对准那扇破门。皇帝老儿以为关上门就能当缩头乌龟了，今天我就让他知道，这世上就没有不想开的门。疯子，他们竟敢用炮轰国门！弟兄们，看清楚了，这扇门后面就是皇帝的金銮殿，就是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金山银海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谁第一个冲进去，赏黄金1000两，封万户侯。那个叫苏尔晴的废后，也赏给他当洗脚蜜。杀！抢钱抢娘们儿，活捉楚云天！给我砸！冲啊！夺下此城！这就是皇权，在绝对的暴力面前，脆弱像个笑话。传令全军，除了后宫嫔妃和国库，剩下的鸡犬不留。杀进去！杀进去！站住！杨明清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前方是金銮殿，你敢闯宫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天打雷劈？老子连30万冤魂的命都敢背，还怕老天爷？放肆！给我杀！第1回合断你兵器，第2回合破你铠甲。这哪里是人？这分明是披着人皮的怪物！别杀我，我投降！晚了，第3回合送你上路。饶命！杨将军饶命啊！楚云天，老朋友来了，还不把门打开？难不成还要我把你这破门也给拆了？楚云天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在后宫里，你不是还在骂我要诛我9族吗？放肆！杨明清，这是金銮殿，你提刀闯入，这是弑君，是大逆不道！朕是天子，你若敢动朕一根汗毛，必遭天谴！天子，天谴？你别过来！护驾！护驾！要是真有天命，你这种靠坑杀忠良保江山的废物，也配坐这把椅子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我的兵占了京城，我的刀架在你脖子上。现在这条命是我的，这江山也是我的。听好了，老东西，在这乱世里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什么狗屁天命！老子手里的刀就是天命。杨将军，有话好说，只要你肯退兵，朕封你为1字并肩王，咱们平分天下。
你要钱给钱，要地给地，甚至苏尔晴那个贱人，朕将他洗干净了送你府上。平分天下，楚云天，你是不是做傻了？现在整个京城都是我的兵，这天下本来就是我囊中之物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分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皇上，那你干的那些事情，哪一件像是皇上做出来的？天元3年，江南水患，你挪用赈灾银100万两，给你宠妃修摘星楼。天元5年，北疆战事吃紧，你克扣棉衣，3000将士活活冻死。这次，你更是设伏落凤坡，准备坑杀我30万弟兄。这桩桩件件，哪一件不是丧尽天良？哎呦！咱们是不是该聊聊，你这颗脑袋到底该怎么处理了？将军，杨将军，都是误会，全是王阳那个奸贼害的。我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只要你别杀我，我立刻下罪己诏。我把皇位禅让给你，你杀了我就是篡位，名声不好听啊！名声？你觉得我提着刀一路杀到这儿，还在乎那点虚名吗？等你死了，历史由我来写。我说你是暴毙，你就是暴毙。丁，触发主线任务，斩杀昏君楚云天。任务奖励：帝王威压初级。新王的登基必须用旧王的血来洗礼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真龙天子啊！你弑君杀驾，必遭天谴！我诅咒你！行了，省省力气吧。下辈子投胎记得长点眼，别再惹我不高兴。吵死了！谁再敢叫唤一声，我就送他下去陪着昏君一起上路，一起上路。王蛮子，大帅，俺在。把这玩意儿拖出去，还有王阳那个脑袋也从工程车上取下来。大帅，这可是皇帝老儿，不找个风水宝地埋了？入土为安，这种把将士性命当草芥的昏君，配吗？把这2颗脑袋给我挂到午门的城楼上去，挂高点，让全京城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，让他们这对君臣好好在那儿吹吹风，清醒清醒。得嘞，大帅您瞧好吧。戏台搭好了，主角死光了，但这出大戏好像还缺个谢幕的角儿啊！来人，去天牢把那位苏尔妻苏皇后给我带上来，告诉她，她的王阳哥哥和皇帝陛下都在这儿等着他呢。一家人嘛，就是要整整齐齐。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！我是皇后！杨明清，怎么是你？你好大的胆子！那是陛下的龙椅，快给我滚下来！苏大皇后，你是不是把脑子摔坏了？还没搞清楚状况吗？杨明清，你别以为你带兵进了城就能无法无天。王阳哥哥呢？他可是大楚战神，只要他一来，你这乱臣贼子就死定了。还有陛下，陛下是真龙天子，你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天下人都会唾弃你。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给我磕头认错，或许我还能替你求个情，留你一具全尸。磕头认错，苏尔晴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世上的男人都该围着你转？难道不是吗？王阳哥哥说过，为了我，他可以把心都挖出来。陛下也说过，只要我开心，这江山都可以不要。他们一定会来救我的。王阳哥哥，你在哪儿？快出来啊，陛下！行了，别喊了。左边那个是你心心念念的王阳哥哥，右边那个是把你捧在手心里的皇帝陛下。你要不要我派人送你上去，跟他们一家团聚？
杨将军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也是身不由己啊！我只是个弱女子，在这乱世之中，就像水上的浮萍。将军是盖世英雄，难道也要把罪过都怪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身上吗？丁，检测到高浓度绿茶精神污染，建议宿主立即物理净化。行了，收起你那套把戏吧。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跟王阳一样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水？当初王阳撤军，你在城墙上哭得比谁都响。可你心里清楚，王阳是为了你才撤的军。楚云天坑杀我30万兄弟，你在旁边煽风点火，那时候你怎么不觉得自己弱？哼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克死了王阳，克死了楚云天，还把大楚江山给克没了。你这种女人，谁沾上谁倒霉。谁娶你谁灭族，把他带下去，废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关进天牢。别让他死了，也别让他疯了。大帅，既然这娘们是个祸害，干嘛不一刀砍了？多可惜，这可是个宝贝，留着它就是最好的鱼饵。我要用它把那些藏在暗处的舔狗一条一条的钓出来杀。林大人，你别告诉我，大楚的国库是被老鼠搬家了。大帅冤枉啊！国库都被世家借走了。陈军谢家借走纹银50万两，琅琊王家领走了100万两，还有兵部尚书、吏部侍郎，他们都打了欠条，可从来没人还过呀。好啊，真是一群国之栋梁。我带着兄弟们在前面拼死拼活，这帮蛀虫倒是吃得满嘴流油。王麻子，在，带上他，拿着账本带路，咱们去抄家。检测到宿主搞钱意志强烈，触发隐藏奖励，奖励3000玄甲铁骑召唤卡乘以1。出来吧，我的玄铁骑们！我的娘嘞，这啥动静？快看，那是鬼舞！我的个乖乖，这匹马身上咋还穿着铁衣服？玄甲旗参见主公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大帅是天神下凡！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本帅的亲卫玄甲旗。从今天起，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。也是这大楚最锋利的刀。报！大帅，府外有人送来急件，是陈俊谢家家主谢安的亲笔请帖。哼，鸿门宴啊，这群老狐狸，准备来软的。传令下去，玄甲旗全体上马，随我赴宴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世家大族的门槛，能不能扛得住我这3000铁蹄的踩踏。哪位是杨将军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本王都不认识。原来是摄政王殿下，我家老爷已备好酒席，恭候大驾。王殿下，请吧。怎么，王殿下是嫌门小？这可是咱们谢家的老规矩。太祖皇帝当年微服来访，走的也是这扇门。您虽然贵为摄政王，但毕竟出身降虏，煞气太重。走侧门去火气，也是为了您好。去煞气，去煞气。你家老爷这规矩，倒是定得挺别致。那是自然，谢家乃是100年世家，规矩大过天。可惜啊，我这人有个坏毛病，就是别人给我立规矩。既然这门太小，容不下我的马，那我就换个进法。玄甲旗听令，列阵！冲锋！给本王把这扇破门，连带着这堵破墙，全都给我撞烂！你要干什么？这是谢府，你敢！杨明清，你竟敢毁我门庭！你这是有辱斯文，是暴行！我要让你遗臭万年！谢家主，
别这么大火气嘛。刚才你家管家说谢家的门槛高，怕我这武夫进不来。我这人没别的优点，就是心善，最见不得别人为难，所以我就想着，既然门太小，那就帮你把门开大点儿。怎么样？现在这门够大了吧？既然摄政王喜欢这种别致的进门方式，那就请入座吧。不过老夫得提醒一句，这门好拆，但是这天下人的悠悠众口可不好堵。我这人是个粗人，不会堵嘴，只会杀人。要是谁敢乱嚼舌根，我就把他的舌头割下来下酒。摄政王，这天下终究是讲规矩的。你虽有兵权，但若没了我们这些世家的支持，你这位置坐不稳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闭嘴，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今天来只为办2件事：第一，把你们谢家抢的3000死士全部交出来，少一个人头，我就拿你儿子的头来凑；第二，把你家产的80%捐给朝廷充军，要是钱不到位，那我就只能自己动手拿了。你做梦！杨明清，你这是明抢！我谢家有太祖赐下的丹书铁券，你这是在与天下世家为敌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丹书铁券，那玩意儿能挡得住我的刀吗？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！既然不想体面，那大家就都别体面了！来人，谢家私藏甲兽，意图谋反，给我抄家！主公，如今谢家已倒，百官臣服，这位置您若是想做，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哼，急什么？这龙已烫屁股，现在称帝就是把自己架在火上烤，给那些藩王送造反的借口。去，把宗人府里那几个皇室旁堂的种都带上来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咱们得给大楚找个新皇帝了。回大帅，这是端王的庶孙，叫楚安，听说脑子有点不太灵光。不灵光，不灵光好啊！我就喜欢笨的，笨点听话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楚的皇帝了。端王之孙楚安，天资聪颖，堪当大任，即刻登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明天早朝，谁敢给我上眼药，我就让他知道，这金銮殿的地砖为什么是红色的。摄政王殿下，按照祖宗家法，新君登基朝会须行3跪9叩，祭告天地。百官上表，流程走下来，少说也得3个时辰。3个时辰。张大人，你觉得我很闲吗？殿下，礼不可废，这是祖宗家法。若是乱了规矩，何以治天下？行了，闭嘴！我最烦你们扯废话。现在我坐在这儿，我的话就是规矩。你这是暴政！老夫今日就是撞死在这柱子上，也要维护大楚的礼法。想死，成全你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赏他80廷杖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规矩。放开我，杨明清，你敢！还有谁觉得这流程不对的？那个谁，眼珠子别翻了，拖出去，40廷章，帮他治治眼疾。冤枉啊，殿下！下官只是眼睛进了沙子。那更得打了，打通了经脉，沙子就出来了。很好，现在大家都清醒了，反而把头埋得更低，也学会说人话了。那咱们就开始聊正事。
我觉得这6部的尚书换得有点勤，有些人年纪大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，是时候给这朝廷换换血了。往准确了念：吏部尚书王渊，师位素参，卖官御教，革职查办。冤枉啊，殿下！把这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给我拖下去！新任吏部尚书原永州通判陈实，新任工部尚书原将作监大将鲁班。荒唐！这些人出身寒微，不通教化，如何能担此重任？出身寒微怎么了？你所谓的名门望族，除了会贪污受贿，还会干什么？我的朝廷不需要只会动嘴皮子的废物，我要的是能干活的人。赵长风，臣在即日起擢升你为中书省丞相，统领百官，总揽政务。臣妾萧氏，恭候摄政王殿下多时了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儿吹冷风，怎么？怕我杀了你，想来求个护身符？陛下已经死了，臣妾是个活人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但活人还得想法子活下去，不是吗？想活命，你倒好，大半夜的穿着这一身跑到我门口，怎么？觉得你这张脸能挡得住我的刀？臣妾知道，王爷杀伐果断，不吃美色这一套。庶人苏轼的下场，臣妾已经看到了。他蠢，但臣妾不一样。臣妾知道王爷需要什么。这宫里哪条暗道通向哪里？哪个太监是哪家的眼线？哪座库房里藏着前朝的宝贝？臣妾比谁都清楚。留着臣妾，王爷就等于多了一双眼睛，一只手。臣妾可以帮王爷把这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那个小皇帝乖乖听话。继续说。当然，若是王爷深夜批阅坐直累了，臣妾也学过几手推搭拿的手艺，愿意为王爷解乏。你确实很聪明，比那个只知道哭丧的废后聪明了100倍。今晚风大，这养心殿又空又冷，臣妾怕黑，不敢一个人回去。不知王爷能不能收留臣妾一晚？怕黑？巧了，本王这人最喜欢在黑暗里办事。既然你怕黑，那今晚这灯就不点了。起得挺早。王爷是做大事的人，臣妾不敢贪睡。楚云天那老东西虽然是个废物，但这挑女人的眼光倒还算有点可取之处。以前的事，臣妾都忘了。如今这世上，只有摄政王的萧氏，没有什么先帝的贵妃。很好，我这人说话算话。既然你昨晚伺候的不错，我也给你个承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这后宫里的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搬去慈宁宫，替我看着那个小皇帝，教教他怎么做个听话的傀儡。要是教不好，臣妾明白，臣妾一定把陛下当成王爷的一条狗来养。起来吧，别跪坏了，晚上我还得用呢。大帅，昨晚睡得可好？少贫嘴，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回大帅，都办妥了。从谢家和其他贪官家里超出白银800万两，咱们现在富得流油。钱有了，权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虚胖的大楚练成一只真正的铁拳。走，去校场，那3万降兵也亮得差不多了。今天我要给这支军队换换血，扩军练兵。老子的神机营和陷阵阵还缺几万人填坑呢。红烧肉！大帅，您这法子真神了，以前是抓壮丁，现在是排着路来当兵。物质激励，只有把肉塞进他们嘴里，把银子发到他们手里，他们才会真的把命卖给你。告诉他们，只要练不死，就往死里练，谁敢偷懒，直接踢出局。娘嘞，俺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饭，
谁敢说大帅坏话，俺第一个剁了他！主公，听雨楼的暗桩传来急报，有刺客进京了。哪路的刺客？剑圣独孤，有人出了10万两黄金的暗花，买您的人头。独孤已经接了单，杨妍妍要替天行道，还要把苏尔晴救出去。他一人一剑，距离京城不过100里。大帅，俺这就调玄甲骑护驾。剑圣、武林神话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个人英雄主义这一套？不用玄甲骑，传令神机营准备好那几百架神臂弩，告诉他们有活靶子送上门了。大楚摄政王，哼，不过是个穆侯儿官的屠夫。为了尔清，为了大楚的公道，今夜我就要替天行道。杨明清，你残暴不仁，天理难容。老夫独孤求败，今日特来取你狗命。你若是识相，就自裁谢罪。我在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吵死了！我说你们这些混江湖的，是不是脑子都练坏了？大半夜的私闯民宅，砸了我家窗户，还在那儿唧唧歪歪。怎么，摆个造型我就得怕你？无知小儿，在绝对的武力面前，你的智谋都是笑话。老夫10步之内人尽敌国。动手！反铁俗兵也想破老夫的刚毅，做梦！不，这不可能！挡啊！你怎么不挡了？刚才不是还说10步之内人尽敌国吗？你不讲武德！武德？大人，时代变了，现在谁还跟你玩单挑？我有钱，有兵，有科技，你也配？给我继续放！主公，这太狠了！所有门派登记造册，上缴兵器，街头斗殴按谋反论处，这会激起民愤啊！一帮流氓混混也配代表民意？我就是要逼他们，听话的当朝廷的鹰犬，不听话的就当肥料。王麻子，在，带上神机营和县镇文，去城外铁拳门转转。听说他们掌门昨天还在叫嚣反抗暴政，日落之前，我要看到铁拳门变成平地。带这么多人，不讲武德啊！武德个屁！老子是来拆迁的，神机营先给老子轰3轮！早干嘛去了？非得挨了打才知道疼。摄政王，吴王反了！吴王联合江南3路藩王，集结20万大军，已经渡过长江，并应直至淮南。摄政王，吴王占着大义，不如派人议和吧，保京城太平啊！议和？我杀楚云天时，他在江南醉生梦死。我刚把京城理顺，他就跳了出来。他是为了皇帝报仇吗？他是为了这把龙椅？一群闻到血味的野狗，你们居然让我跟狗议和！杀官知罪。我正愁找不到借口收拾这帮藩王，他们既然把脑袋送上门，我要是不收，岂不是显得我不懂礼数？传令，全军1级战备。这一仗，老子不接受投降，不接受议和。江南的脂粉地，我都等不及要去踩一踩了。弟兄们，南边那个吴王带着20万少爷兵，说是要来取我的脑袋。他们不是来擒王的，他们是来送死的，送钱送粮。江南的粮仓、钱庄、漂亮姑娘，本来都是大楚的，现在全被那老混蛋霸占了。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。好，既然不答应，那就跟我走。这一仗
不光评判，还要削藩，把那些吸血的藩王一个一个全部捏死。全军开拔，目标徐州。主公，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，这一仗江南又要生灵涂炭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大楚长满了毒瘤，吴王是最大的内客，不把腐肉剜掉，这天下永远好不了。我是暴君，只负责用刀杀出一个真正的太平。传令前锋营，加快速度，别让吴王等急了。我都迫不及待想听听他跪在我面前求饶的声音了。这哪是来打仗的，分明是来野春的。杨明清，你弑君犯上，人神共愤，若识相，立刻下马受缚！下马受缚！王爷仁慈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你在我的地盘，跟我讲规矩。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你敢？话太多，听着烦。把他扔回去，告诉吴王，要想我的脑袋，让他自己滚过来拿。哼，他们营寨之间挖了壕沟，互相防备。主公英明，一旦猛攻，必然各自为战。没错，所以不必虚与委蛇。传令，玄甲期和陷阵营顶到最前，然后集中一点，中央突破。我要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中军大帐。今晚我要在吴王的帅帐里烤火。顶不住了，快向王爷求援！什么？杨明清分兵去打我粮仓，卑鄙！快，派李将军带8万精兵去支援，把那只偏师给我吃了！来了。妖法，这是妖法！什么妖法？这叫科技降维打击。县军城，下去洗地，一个不留。天助我也！王麻子，请吴王他们烤火。得嘞，大帅您瞧好吧。点火，放！天王我也，这是什么火？跪地不杀！站着的全给老子砍了！这一把火，烧得他们叫爸爸。主公，5万多张嘴，军粮不够，要不全坑杀了？杀了可惜，都是壮劳力。千夫长以上的军官，全拉出来砍了祭旗。剩下的大头兵，全部编入苦力营。带上镣铐去给老子修长城。跑者杀，拦者杀。摄政王饶命！我是皇叔，咱们是一家人啊！我这人没亲戚，你带20万大军送死，留着你，浪费粮食。把脑袋削好了带回京城，和王阳他们挂一块儿，正好凑桌麻将。传令全军，班师回朝！摄政王万岁！大楚守护神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声望突破临界点，民心值暴涨5万点，暴涨5万点。恭喜宿主获得称号大楚守护神。没想到我这个暴君也能混成守护神。坐好了，你是皇帝，这把椅子要是坐不稳，可是会掉脑袋的。江南已定，今晚设庆功宴，把那几个藩王的脑袋都挂在殿外助兴，无罪不归。摄政王啊，不能再扩军了。老臣为了支援国库，
家里已经3个月没见过荤腥，连锅都要揭不开了呀。太师如此清廉，我必须得带着百官去太师府上参观学习。咱们去看看这3朝元老的清贫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。这井封得挺严实啊。是枯井，怕小孩掉下去。砸！主公，底下有暗门。完了！王大人，这就是你说的揭不开锅。你这锅里煮的不是粥，是民脂民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钱，那我就让你带着这些钱到下面去花。祖产，这都是祖产，你不能拿走，这是抢劫！你爷爷是个佃农，你是怎么种出这几10万两黄金的？难道你家地里种的是摇钱树？饶命！摄政王饶命啊！求您给老臣留个全尸吧！全尸？你也配？太祖皇帝定过规矩，叫剥皮充草，凡贪污60两以上者，斩首示众，剥皮食草，以警示后人。王大人，你这地窖里的金银，够剥你1万次皮了。不，我是太师，我是文官之首。行行。啊